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今天和大家再聊聊房价哈。不少高位接盘的买房人现在几乎都要崩溃了，就是看着政策层出不穷，但是房价每次只是稍微稳一稳，甚至反弹一下，然后就延续这个阴跌的趋势。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为什么越救越跌呢？没错，最近的救市政策真是此起彼伏。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聊完，北京出台了一个5环外不限购的政策，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用，就是跟我们的预判差不多。8月份呢，北京的房价还是在保持一个下跌的趋势，只是说跌幅没有之前那么大了。而且最近我看了一下北京各个小区的一个成交价，北京的4环内已经进入了一个100万元的时代。最近1个月，他们都有一些小区的成交价在100万元以内。当然了，房子不是特别的大，普遍都是老破小，但是也有40平米，是一室一厅一卫。而且北京的东3环基本上算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核心位置了，去哪里也都很方便，周围也都是国贸CBD。价格跌到100万元以内，确实是个跌幅，我觉得是相当大了。哪怕是只有一室一厅的这么一个一居室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可以上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不用说再到处搬家去找房子、租房子。没错，相比看看同样是国际一线大城市的香港有一些人呢，那一家几代都住在10几20平米的一个小房子挤在那里面那40多平米呢，虽然这个折合这个实际的使用面积估计也就30左右，可能不到3027、8。但是如果在100万之内能买到的话，那我估计一些香港同胞也是会表示羡慕这个面积对于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国际一线城市来说，那真的不算太贵了。而且从10年、20年的这个时间维度来看，货币长期来看一定是在贬值的。当然了，如果是东3环和南3环这么一比较的话，大家肯定是优先要选择东3环这种位置那么房价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才是底？现在还能不能炒房？什么时候出手买房合适？今天我就用数据和逻辑来做一下分析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核心问题，就救市到底救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政府出台各种房地产利好政策是为了救你手里那套房子的价格，让你早日解套，但实际上你想多了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房东的房子贬值来救市，房东的面子从来就没有那么大过，而这都是其实为了金融系统的稳定。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国政府和银行系统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买房的人大面积断供，从而引发系统性的这个金融风险。购房者选择不断供的心理防线又是啥呢？就是这个房子你可以跌一跌，但起码要比我这个贷款的本金余额要高吧，那我才有继续还贷款的动力。比如说一个人买了个房子，他花了200万，现在这个贷款还有100万没还，房价哪怕它跌到了110万，他都会继续还的。但是要是跌到了50万，比剩的贷款本金这个100万要低得多，那就会觉得你自己省吃俭用继续还贷好亏自己在干什么呀？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因此就不想还了。这就是为什么断供的这个法拍的房子现在在市面上越来越多，尤其是海外国家呢有个人破产法，大不了申请破产自己解脱，扔给银行来兜底。当然了，海外国家申请破产也是有代价的，可以看我之前那期视频的讲解所以这一切利好政策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这个拉高房价救一个房东让房东来解套，而是为了托底房价，让它跌得慢一点，这个才是关键。就是你贷款还一点呢，那然后我房价掉一点，你时不时呢再出一些利好，让你觉得呢还有希望，就这么温水煮青蛙，永远让房价贴着这个心理防线慢慢往下掉，这样呢这个房东才会心甘情愿的去不断的还贷款，这样银行也才能因此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难关。可以说中国大陆从202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力度是持续加大的，包括什么4个取消，比如这个取消限购、取消限购、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标准，和4个降低，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这个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但是房地产市场很明显现在还在调整之中，救市的第2个目的就是救开发商。你想想假如这个房价没有反弹，就一直跌一直跌，就算想买房的这些人，这心里肯定也会害怕就会选择再等等看，就是持币不买。但是开发商他带着款呢，他可就等不及了，再等他可就要资金链断裂了呀。普通老百姓还真的是买涨不买跌，越是大涨的时候，大家越是一窝蜂往房地产市场里冲，生怕自己买晚了，晚个几个月房价又涨了个几十万。而且这过去的经验也证明，那确实你买晚了，你可能买晚1个月2个月，你就要多付出几十万。
越是跌的时候，大家越观望了。在下跌的过程中，你要是早买了1个月、2个月，可能又亏个10万、20万。所以这个买涨不买跌，这个确实它是有道理的哈，也是人们的经验总结。所以就针对现在楼市的这个情况，那政策制定者呢就可能想了这么一招，就是通过在2、3月份集中释放一些楼市利好的消息，让房价呢有一个反弹，让这个正在观望的潜在的买房人觉得机会来了，赶紧下场吧，万一要再出现什么09年、17年那种房价暴涨怎么办？于是他们就认为，这是不是就是底呢？就赶紧就入场了。就这样呢，然后再过几个月又到金9银10了，很多人往往觉得什么9、10月份房价是不是要涨一涨啊？对，所以本质上就是将全年大部分的这个购房需求压缩到那么短短的几个月，然后给消化掉，就帮助开发商呢能快速清理一些库存的房产，收回一些现金，还一还银行的贷款把这个紧绷的资金链来松一松。这样做呢，当然有很多好处了。第一呢，就是开发商有了现金流可以保障后续的开发，减少烂尾楼，让那个政府也减少一些负担第二呢，开发商呢就有钱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化解了银行系统的一些风险。第三就是开发商再继续能拿钱买地，给地方财政还能贡献收入，是吧？你看这好处是不少但是这甘蔗显然没有两头甜，那肯定开发商、银行等等这边都尝到了甜头，那就得有人承担这个好处背后的代价。代价是啥？就是有的家庭买到了一套可能会负增长的房产，然后还眼巴巴的等着房价上涨，把自己能将来解套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救市政策呢，救的就不是房东手里的那个个体，救的就是房企和银行金融系统。那政策的目的不是说让这个房价就一定要反转涨上去因为现在这个供需关系已经天翻地覆了，很多人都预测，包括我相信政策的制定者可能现在大概也清楚，就很难让房价再次回到什么16年、17年的那种情况了，而且人们的心理预期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根本就不大可能回到那种状况了。那政策目的就是要给房价最起码它托一个底，让它跌的别太快，让人们的心理预期别太悲观，从而呢就让人们能够有一部分人最起码他还心甘情愿的能够觉得该入市了，对，就该进场，然后而且让绝大部分已经这个买了房产的人，虽然房价下跌，但是呢还能踏踏实实的老实还贷，不要断供。所以大家会经常看到在各大媒体上经常有着稳住2个字就是因为能稳住就已经是好事了。在这个房价回归合理价格的过程中，房子在谁手上，风险其实就在哪里，所以需要大量的买房人来接盘。一个呢是从开发商那里接过来这些新的这个楼盘，另外一种接盘就是高位被套住的一些房东，他们现在咬牙把这房卖掉，但他们的损失呢可能还没那么大，然后呢卖给这个新的这个二手房的房东，这个新的二手房呢在这一轮的接力中，然后他再损失一部分，他损失可能也没那么大，他要么咬牙忍住了，要么就再传给下一任房东，就每个新二手房的房东呢，他可能都损失一点，但都不是那么多，那这样呢整体呢也就会相对稳定，就把这个堆积在开发商和银行身上的这种系统性风险其实就是分散在了一个个的这个购房者的身上，这样每个买房的家庭承担了一些小风险或阶段性的这个损失，让整个社会的这个大风险就应该是被化解了。所以这就是房地产软着陆的真相了。如果房子在开发商手上或者在银行手里，那暴雷了就是硬着陆。可是分散在一个个普通人身上，那大家一起承担一些房价可能回调的风险，老实还贷也不断供，直到房价泡沫越来越小，这不就软着陆了吗？是吧？说完了这个救市的真相咱们再来分析这个房价到底要跌到多少才算是到底了。这可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情况，就是它的3线和以下城市跌掉了50%，2线城市跌掉了60%，1线城市是最猛的，跌掉了70%，就是当初涨得最高的那个跌得也最狠。从时间上看呢，1线城市跌了15年，2线城市跌了20年，3线及以下城市一直跌到现在。这意味着什么？就是1线城市它还是有活力的，它虽然跌得最猛，但是毕竟呢，它的人口相对于2、3线城市还是净流入的，对吧？所以说1线城市现在就反弹最快。现在东京，你看在过去的1年上涨了40%。当然了，中国大陆不能跟日本进行简单的类比因为你看，首先这那个日本它是永久产权的房产，第二呢，日本的这个房产它是带有土地的，所以要判断这个房价是否到底，还是要从那个根子上那个逻辑出发，就是这个房价如果要稳住的话，就是
从供需平衡这个角度来分析哈，也就是愿意买的人和愿意卖的人如果差不多了，那价格基本就稳住了。那现在这个房子的供需是个什么情况哈？就先来看看这个供给方面的数据。根据国务院的一个数据啊，全国现在有6亿栋房屋，愿意拿出来卖的就是这个挂牌量。根据58安居客研究院的这个数据啊，截止到2025年的5月。中国全国仅100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就达到了非常惊人的271.8万套，而且呢还在以15%到20%的速度快速增长哈。虽然这个挂牌量增长了，但是成交呢也在时间确实在延长。从这个房子挂牌呢到可以卖掉，1、2线城市需要的时间增长了9%到10%。虽然这个时间呢在延长，而且这个成交价也是连续下降了哈，36个月了已经。现在这个二手房市场在不断的降价，还处于这种用降价来换取销量的这个阶段。但是啊，没想到这个越降价，想卖房的人反而就越多了，因为大家开始觉得啊，撑一撑，现在撑了半天之后，发现哎，这个撑不住啊，还是在往下跌。那所以有些房东啊，就开始了加大这个力度，加大了这个降价的力度，然后越来越多的房东打算入场卖掉房产。但是房东这么一卷起来，那卖掉的难度反而就越来越大了哈。再来看一份高盛最新的研究报告，就这份报告就分析啊，说在未来5年，中国的城镇新增购房需求将萎缩75%，就是他认为啊，这个新房的购房需求将从巅峰时期的2017年的2000万套一年下降到不足500万套哈。那为什么这个购房需求会萎缩这么快呢？购房需求你看无非就2种，一种就是投资性需求，一种是居住性需求。根据西南财大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房地产的这个上升阶段，投资需求占到购房总需求的50%到60%啊。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就是在用一种炒作的心态在买房。所以你看，很多家庭他都拥有不止一套房产，他根本就住不过来，是吧？那买来的目的啊，就是将来要卖掉赚差价啊，现在先赚租金。那这些人呢，是买涨不买跌的，肯定。所以现在房价一下降，那总需求一半以上的这个投资需求就会迅速萎缩。所以那个报告中，你看为什么75%就萎缩？首先这50%就没了呀。而且当年呢，为了投资去买房买到手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现在卖房的主力军呢，他们实现了从多头看涨到现在空头看跌的这么一个转变，也就是他们就是现在砸盘房价的一个主要力量了。那么刚需能够支撑房价吗？你看这个刚需买房啊，它主要有3类，一个就是结婚了肯定要买房哈，我们现在你结婚不买房，那基本丈母娘都是不答应的。第二就是孩子上学，你肯定要买房啊，尽量买一个好一点学区。第三就是改善需求的买房，就买尽量大一点的，交通便利一点，位置好一点的。而且这几类的需求最近几年也大幅下滑呀。首先这个结婚，你这90后人家都不结婚不生娃了，然后改善性需求，你看现在全国大家都是各种消费降级，一般人都各种降级了，这房子能住就可以了，也不太会去改善，说以小换大了。现在我估计就从居住角度来说，除非是为了考虑孩子上学这种纯刚需的，可能还有这种买房或者置换的需求，其他大部分人啊，绝大多数都偃旗息鼓了。没错。你看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是结婚人数啊，是10年前的一半，就下降了50%嘛。就像你说，结婚买房这个需求，那不就大幅下降吗？然后现在看着房价往下掉，急着买房的人，那不就又少了吗？然后你再看看这个上学买房这部分人呢，就下降的更猛，因为现在即使选择结婚的人，他们婚后愿意生孩子的意愿也下降了很多，就很多人宁愿选择少生或者推迟生育。那这一点就可以从幼儿园的关停潮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哈，2022年这个全国幼儿园总共有20多万所，可是呢，这3年就关闭了超过4万所啊！你想想，1/5啊，而且还在以极快的这个速度啊，在扩张，甚至呢已经开始扩散到小学了。那仅仅2024年这一年，全国13万所小学就减少了7200多所。所以啊，如果你今年要孩子，等他6、7岁上小学，估计啊，大部分学校不但不需要学区房了，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招生招不满，就求着把孩子送进去报名哈。当然了，这是对学区一般的哈，那学区顶尖的肯定还是挤破脑袋。那再看看这个改善买房，其实你看结婚、孩子上学和改善这3种刚需买房，其实根源就一个，其实还是结婚哈。就如果结婚率上不去，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那就不会有结婚买房。那如果婚都不结，那还有孩子上学买房的事儿吗？那都不结婚，连家庭都没有，那还是急着给开发商送钱，然后去改善吧，就住更大的房子的需求吗？那就这个需求也会大幅减少。所以根子上来说，结婚率其实是刚需买房的最根源哈。所以未来的很长的时间内啊，如果
果这个结婚率上不去，所谓的刚需买房就会逐渐萎缩，无法支撑房价来形成一个筑底。既然呢刚需买房潜力有限，那以后房价先稳住，那就不能指望他们，那就主要还靠那个投资客呗。那这些投资客什么时候才愿意重新加入买房的阵营，把购房的需求再重新拉上去呢？这就是房价是否到底的一个关键指标啊。那可够得等了，我感觉这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投资客啊，这投资客无非就两种，一种呢就是赚房子涨价的这个差价，一种呢是赚每年房子出租的收益，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那前一种呢，就是因为赚房子上涨的差价才去有这个买房的需求，这些人往往是买涨不买跌，所以在当下房价不断下跌的情况，这部分需求你就别想了哈。那现在啊，这些投资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第二类，就是靠这些想出租赚租金的这些人啊，他们才来投资买房的这部分人。想买房出租赚租金的人群，什么时候才会大量下场买房呢？答案就是当租金回报率上升到一个合理水平，大家觉得收租也不错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大量购房这个需求。因为很多人他股票投资他觉得风险太大，是吧？那投资买个房产，万一将来房子涨了，就算房子不涨，他还可以赚一个租金。如果这个租金回报率达到4%，远远超过这个存款利率，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重点谈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这个租金回报率哈。就这个计算公式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拿1年的这个租金除以这个房子现在的房价，比如说这个房子现在市场价大概是100万，那每年的租金是2万5，那它的租金回报率就是2万5除以100万啊，等于2.5%。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数据啊，其实实际上你还应该扣掉相应的这个供暖费啊、物业费等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那央行在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强调，租售比的提高是未来地产投资价值的一个体现，认为这租金啊仍旧有望稳步上涨，而租售比有望提升到3%以上，这个将高于多数资产回报率。那么一个大概的判断标准是这样的哈，基本在1线城市，租金回报率那你至少要在2.5%到3%以上，越接近1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子，越可以用更低的租金回报率，比如2.5%来进行衡量。如果你在1线城市一个偏远一点的地方，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1线城市的核心地段，它将来上涨的可能性和租金上涨的可能性就会更高，所以你可以忍受它当下稍微低一点的这个租金回报率。那同样道理，在2线城市就要求它的租金回报率就要在3%到3.5%以上了。那如果到弱2线或者3线城市，那就要最好租金回报率在3.5%到4%以上，你才值得投资。在4线城市的话，那最好你是不要投资了哈，除非你看它能达到5.5%以上，那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说你老家就在18线的小县城，你非要在这里搞一个投资房，那我建议你最好你考虑能不能达到6%，你再去投资，因为小县城这上涨的可能性太低了，租金的在未来也可能是一个不是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趋势，所以小县城就不太建议去做投资炒房了哈。对，你看东北鹤岗不都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套房吗？对，因为这个1线城市啊，包括尤其是核心地区，那就是有人口不断的涌入啊，所以它的租金的将来的涨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对于那些边远城市，人口就净流出了，没有人了。那没有人的话，不仅是房价掉，那租金肯定也掉啊。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数据啊，就是有一个县城说60%以上的挂牌二手房超过半年都没有卖掉，超过1年呢，那都很正常。所以作为投资者啊，如果城市等级越低，你越需要它的租金回报率越高，来作为你变现困难甚至无法变现的一个风险的补偿，最好你就不要投资了。这些地方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就是100万的房子，1年2万5的租金，接近2.5%的租金回报率哈。如果这套房子是在3线城市的核心，那回看我们的标准就是要求它的租金回报率至少要大于3.5%，那这套房子显然就达不到，说明它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偏高的，就不值得投资哈。那它的实际价格应该降到多少才值得购买呢？啊，那用这套房子的租金2万5除以它应该做到的这个租金回报率3.5%，得到的价格就是71万，也就是说这套房子的底可能就是在70万左右。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哈，就哪怕你家的这个房子现在的租金回报率达到了这个标准哈，就是1线标准、2线标准、3线城市标准，也别太开心，因为根据这个历史经验啊，房地产泡沫这个破裂之后，房租呢会不断下降。根据一份房地产有关的研究报告就显示说，北京、上海和深圳去年房租已经跌回到2015年到2017年的水平，广州跌到了2014年，成都跌回到了2018年，天津更是跌回到了2010年，很多城市的房租跌回到了10年前。
那为什么房租会下降呢？就包括一线城市都在下降，就是因为当年有很多高价买房子投资的人啊，房价下跌把他们给套住了，他们舍不得卖，就觉得吃亏，然后就想等一等呢，等房价涨上去再卖。在等的过程中啊，月还房贷嘛，所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干脆啊，就一边等，就一边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放到市场上去出租回血哈。所以这个市面上这一方面呢，这个房东出租的房源就大幅增加了。又同时呢，由于现在市场上各种保障房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再有啊，就是现在哪怕就是一线城市，现在因为各种经济不景气是吧？然后包括就业人群也在萎缩，有不少人啊，就是从这个一线城市又反流到了2、3线城市啊。当然了，我相信未来经济好了，他们又会返回到一线城市啊。但是目前现在是一个这个流出的状态，就是大街上就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就明显感觉人流都在变少，写字楼都快租不出去了哈。所以现在哪怕就是一线城市，人流也在萎缩，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个房租哈。对，根据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也是这样的。你像我们北京的房子哈，在疫情前租金是每年都是递增的，然后从疫情开始呢，就是每年都是下降，就是一年比一年的租金少，而且这个控制期啊也一年比一年长。你就像今年的那个租客，他是6月份到期就搬走了嘛，然后他就是说从北京回老家了，因为在北京的话可能是公司裁员啊，或者说收益也不太好，反正就没有继续待在北京了。然后我们就委托这个链家帮我们找新租客吧。像往年的话，可能就是疫情前，基本上控制期都在1周之内，1个星期之内就找到了。那从疫情的时候开始，就慢慢的可能变成2周1个月。像今年的话，差不多可能就差不多到1个月吧，才找到新租客，而且那个租金啊，每个月又降了500块钱。链家中介给我们的这个反馈也是，第一呢，是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然后很多人的收入都大减了；其次呢，就是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在北京打工的北漂一族，他们也都回老家了，就不在北京生活了。所以就是在北京的这个人流量确实比以前少了很多。咱们说完了这个房价底部的计算方法哈，最后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买房，还能不能炒房？就是咱先不说这个刚需买房问题，就是炒房啊，在未来10年，我估计大家还是谨慎为妙。就为什么那么说呢？哈，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你首先这个产权它有个属性问题。就中国大陆的房子啊，它现在是70年产权，而且呢没有土地价值。当然70年之后，现在有各种说法啊，说可以，其实就是可以直接续期的哈。但是毕竟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政策出来。另外呢，在继承啊、改建啊、修缮啊，这将来可能因为它没有土地的这个方面的价值嘛，都可能是将来一个大问题。就从更长的一个时间维度来看，比如这个楼体啊，现在有一些老破小，它已经无法支撑了，它必须进行要么拆了重建，要么大的这种修缮，那这个费用谁出，是吧？那业主能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啊累积在一起，最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房产的价值它会回归。你反观国外哈，第一，你看很多国家它都首先是永久产权，要包括土地。那建筑呢，如果重建，如果是这块地是你自己的，你可以重建，那投资属性显然就更高哈。所以呢，就不要被之前的这个房价上涨迷惑了这个商品投资的属性。之前的房价上涨主要就是因为第一呢，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人口流入。第二就是经济繁荣同时带来这个货币会超发，这样呢就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第三就是投机情绪浓厚，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炒房嘛。但是现在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城镇化的这个进程在放缓，人口流入在减少，就包括1线城市啊，现在也不少都在流向2、3线城市了，就回流了。随着现在经济也不那么景气了，资产价格现在正在回归理性，再加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供需关系，就是供给量还在攀升啊，但需求量就在快速的萎缩。那在这种情况下炒房，无异于相当于要接最后一棒。那么什么时候出手买房合适呢？那如果你要是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家，不想再租房，不想再和各种中介打交道，孩子上学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学校，买一套自住安心啊，那当然可以随时出手。现在的房价已经不是高高在上了哈，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注意几个合适的时机。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可以继续租房，再观望一下市场，等这个租金回报率达到合理的水平或者接近的时候啊，就可以出手了。就考虑我们刚才说的标准，就是你所在城市的这个房子的租金回报率达到了一个合理水平，就说明这个房子的价格也相对合理了。第二呢，就是供需关系要趋于平衡哈，就是当二手房挂牌量不再快速增长，那成交周期也开始缩短，就是你要跟中介的不断打交道，你不断去问啊，你看如果出现这种苗头，
那就是价格稳定的时候了。第三就是政策信号，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楼市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也是政策市。当这个政策从稳住楼市转向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时候，说明这个底部应该已经不远了哈。第四点呢，就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就是就业又再次稳定，收入又增长，大量的人又再次涌入一线城市，消费者信心在恢复了啊。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但是大家要记住，即便你是自住买房，也要量力而行，不要因为房价下跌现在就冲动购买，要考虑自己的还贷能力啊。其实现在不少高位套牢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在行业景气的时候，年收入可能家庭年收入达到100万，然后他们就贷款几百万去买了这些房产。一旦有任何一个人失业，那这个将会雪上加霜。就一定要考虑未来收入的稳定性。最后总结一下本期的核心观点。首先就是救市政策救的是银行和开发商，不是救你房东的房价。第二，房价的底部要看租金回报率是否达到合理水平。第三，在经济全面恢复再次繁荣之前，炒房是不可行的。自住呢可以考虑，但要把握好时机。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正在经历非常深刻的变化。从之前的投机属性到回归这个现在的居住属性，其实就忽然就发生在这么短短的不到10年的时间，这可以说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大家要做的现在就是认清现实，理性对待，最后呢能做出最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一个决策，最安全的决策。希望今天的分析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如果觉得内容有价值，请点赞留言，或者在评论区我们继续讨论。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